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台湾一讲起写实的时候，大家一闭眼睛就说它就是很像？这就是我今天要解释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台湾接触到的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一个12、11、10、9、8、7、6、5。Hey yo, welcome to Painterverse， 这是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杨力。今天我们的布景有点不一样哈，我们以前的布景基本上都是用我现在画的画，但我今天背后这张布景用的是我高中参加全国美展的时候的一张作品。OK， 好，然后不要看太久，会吐，实在是有点恶心。好，为什么我用这张画当背景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回想起来，其实是一个在追求写实主义的自己。当然啦，这个词在节目的进展当中会被我掰开揉碎来讲给各位听，到底什么是写实主义？其实啦，讲到写实主义我猜啦，在台湾的大家基本上都不陌生，脑袋一闭就知道是一个画的蛮写实、蛮像现实的这么样的一个东西。那画的像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画的东西很立体，难道它就是写实主义吗？OK， 这就是今天这个问题。那么谈这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们不免先谈到写实主义发生的当下，在那个地方，在那个 heat moment heat 时间，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写实主义其实这个词，它在欧洲的19世纪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广泛的艺术运动。那时候就是写作的人也会用，剧作家，然后文学都有，所以他们都有各自的写实主义。在绘画的写实主义是什么？其实当时在绘画当中的写实主义就是来自库尔贝。库尔贝呢是绘画写实主义最早的一个提倡者。他当时呢提了什么是写实主义？他说了一句名言：“我不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意思是什么？就是写实主义，我只画我看过的东西。当然，写实主义在后面其实有一些总归出来的一些规则啦，比如他不美化，他不去变形，然后他去画大家视觉经验当中、生活经验当中都能经验到的这些事情。可各位发现没有？其实，在库尔贝的那个当下，那个法国并没有画的不像的东西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后来看到的很多，不管是抽象派，还是什么立体派，还有野兽派，这些所谓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像的东西，当时都没有。那么库尔贝当时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到底在反对什么？其实库尔贝当时提出这个东西，现在我们都以为写实主义是个很学院的事情，其实不然。写实主义跟最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学院有他自己的一套风格。当时风格是来自于他前面两大派系，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新古典。但请注意，当时学院的意识形态还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浪漫主义更像是其中有些个人自己偷学的东西。那浪漫主义描述的东西是什么？浪漫主义描述的东西就是那种，比如说发生在异文化地方，比如说法国人德拉科罗画北非猎狮子，或者是画这种穆斯林两个人拿刀在花园当中决斗，或者是这种梅杜莎之筏，当然是杰里科画的，就是画那个人吃人那种海外求生，很少人可以经历到那种很稀少的、很极端的经验。新古典画什么？新古典画的就是这些所谓政治正确的、所谓高大上的、马来西亚伟大的东西，然后这个英雄，比如说拿破仑，那包括后面安格尔画的很多肖像画当中那种变形、那种优美、那种古典正确的东西。那其实当时布格罗不是布格罗，我讲什么？天哪，讲的布格罗太侮辱了。库尔贝其实当时反对的就是那些东西。我们看一下库尔贝的画面，各位记得库尔贝有一张很经典的画叫 Bonjour Monsieur Courbet，就是日安库尔贝先生。其实他画的就是库尔贝去登山的时候遇到3个人跟他打招呼，然后把他画下来。然后库尔贝还喜欢画那种就是钓鱼，然后钓上一只鲑鱼，然后就把那鲑鱼画下来。然后库尔贝还画什么？库尔贝还常画那种森林里面那种2只鹿有没有，或几只鹿在那边的一个东西。简单说，他画的就是他能接触到的这些经验。写实主义这个东西，其实后来也一直源远流传下去。比如说像后来的米勒这些人，他就是有受到写实主义这种东西的影响，他不再画那种他看不到的贵妇、王公贵族们这些人的肖像，他画的就是一般农民，比如在播种，在10岁，在玩岛这样的一种东西。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台湾一讲起写实的时候，大家一闭眼睛就说它就是很像？这就是我今天要解释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台湾接触到的这个东西，
本质上是一个内核叫做模仿性绘画，但披着写实主义外衣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等一下，这2个字难道不一样吗？对，他们2个字的确不一样。写实主义，你看哦，各位，我刚刚讲的写实主义指的是什么？其实更多指的是题材。就是说，写实主义跟当时他所反对的新古典啊，还有浪漫主义，他们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们怎么取材这件事情。可是呢，某种上我们在台湾想的这个像，它在西方的语境里面，它又是什么？这时候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具象？我这边要澄清啊，它其实不是具象，因为具象讲的只是说我们画的东西在现实当中可以被指认，但它有多么跟现实贴近，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谈的是什么东西？其实谈的就是模仿性绘画。模仿性绘画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来自这个哲学，当时柏拉图讲的这个模仿论里面，现实世界本质上是理型世界的一种投射模仿，而艺术又是对这理型世界的模仿的模仿。除了艺术本身阻碍人认识理型世界以外，它本身还是一种模仿的模仿，离真相太远，档次太低。这也是为什么在柏拉图的这个论述当中，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被赶出理想国，因为他们在玷污那个真理，玷污那个理型世界，他们在让你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还制造幻觉。那么画家的模仿就是在画布当中制造一个幻觉。这时候各位就会问啦，为什么我们这边本质上学的是模仿性绘画，我们在意的是绘画的模仿性质，但我们却一直称它为写实主义？其实这个误会啊，我们得追本溯源的去讲，其实它就来自于我国的美术教育始祖徐悲鸿。为什么还说是我国？因为徐悲鸿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的差别嘛，都至少还是中华民国。这一种思潮会被带到我们的教育体系来，跟当时的国情是非常有关的。可以说，在西历东渐的情况底下，那个时候的东方的这种文化是充满了自卑的气质，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失败的。他们觉得自己需要革新。那当时不管是康有为啊，还是什么陈独秀啊，当时的这种 KOL 这种意见领袖，其实他们都提出来，就是中国人要革命，要从文化上根除自己的那些很不好的习气。当然，绘画就算在里面。那他们当然觉得中国的绘画怎么样？不客观、不科学。那在当时的东方看到西方之所以那么强，就是来自他那种科学主义，在那种有一说一。所以当时他们培养的出去留学留学生，本身就带有这样子的滤镜，到达西方去学这个东西。各位有没有仔细思考过一件事情？印象派它是不是一种写实主义理论下的创作？其实是的。各位想一下哦，其实印象派当时画的是什么？就是巴黎当时人们肉眼看到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反倒是谁不是？比如说鲁本斯不是，比如说普桑不是。可是好玩的事情是什么？这2位都被徐悲鸿认为是写实主义的大师，这一点很好玩吧？你就看到这里面的一些误会。如果你今天去到西方，你跟西方人说，我觉得鲁本斯是写实主义，我觉得普桑是写实主义，那他会用一种很疑惑的眼光看着你，觉得你脑袋是不是对写实主义有一些误会？所以我们今天讲完啊，各位就发现我们讲了2个概念，这2个概念是什么？一个是写实主义，它讲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他怎么选材。另外一个我们讲的是模拟性绘画，讲的本身就是那种画得很像的绘画。所以西方很多作品，比如说鲁本斯是不是模仿性绘画？是。普桑是不是模仿性绘画？是。拉斐尔前派是不是模仿性绘画？是。但是他们是不是写实主义？他们不是写实主义。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回到它发生的当下，他讲的写实主义就是一种取材的方式。那我们必须要讲，在今日这2个主义本身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得说，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式，一直以来都是有可能性的。很简单，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这种社会景貌，不同的这种精神样貌，然后这种东西都可以透过写实主义的这种创作手法把它表达得很好。比如说刘晓东，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写实主义的创作者，他把中国这几年来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巨变这种经验刻画得很好，而且是用一种绘画手段上是非常鲜活的一种方式去呈现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讲模仿性绘画，那么我敢大胆断言，其实模仿性绘画是没有太多未来跟可能性的。
在摄影术发生的那个当下，其实模仿性绘画这条路就已经被大多数的画家给扬弃，因为最简单了，因为要做到客观，要剥离所有主观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照一张照片嘛，对不对？摄影术就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替代品。这个东西就这一块，这个模仿性它没有太多可能。然而做写实主义作为创作手法，其实它还是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值得大家去探讨。我们讲到今天教育上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反归回徐悲鸿那个时代，他把这种披着写实主义外衣的模仿性绘画带回来，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我自己觉得啦，其实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很不错的，甚至是我觉得这个举动保留了我们对于绘画的认知，保留了这种东方绘画的火种。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模仿性这种东西作为目的，在绘画上来讲已经不具备太多的意义了。但是模仿性在我们日常的训练当中，它的确还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自己内在灵感枯萎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质上还是可以去借由模仿别人的绘画，模仿大自然，去采集到很多很新的灵感。那就是这种我称之为活水的东西不断涌入，造就我们可以不停的借由这个活水当基准，然后不停的去研发，然后再组织我们自己的画面。应该说模仿性绘画在今日它的目的没有意义了，但是它作为一种训练的确还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还在持续把这种东西当做你绘画的目的，那我只能奉劝你，这种东西可能你需要赶快改一改，要不然在绘画的未来基本上你是不会被列在其中的。OK， 好，那么这就是这一期有关于写实主义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口中的写实主义其实是什么这件事情的探讨。那这也是 Penderverse 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杨力，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